我是瓜皮儿，绿箭侠第1季前情提要。奥利弗回归星城，用兜帽男的身份守护这个城市。司机侠迪哥顺利入伙，原本只在乎名单的奥利弗逐渐开始插手其他事，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有一个操控者，黑白通吃的马尔科姆。奥利弗故意让自己处在风口浪尖，这样才能避免别人怀疑自己是兜帽男。马尔科姆甚至派出杀手行刺奥利弗。莫伊拉为了保护儿子，几度和马尔科姆翻脸。1星期后，莫伊拉遭到袭击，幸好奥利弗在场，老妈才捡回一命。凶手已经逃之夭夭。对于马尔科姆这些事儿，奥利弗根本不知情，可这并不影响兜帽男插手此事。奥利弗发现老妈并不是目标，与他同行的保罗才是。当时2个人正在谈合作，不巧的是保罗是黑老大弗兰克的手下，为了保护家人，奥利弗打算当一回卧底，一旦查出幕后真凶，奥利弗必将让他知道自己的残忍。杀手这边似乎也在针对与弗兰克有关的人行刺，当他摘下头盔后，真是替奥利弗捏了把汗。奥利弗当晚就准备以奎因集团大少爷的名义去会见弗兰克。出门前，汤米实话实说，表示自己现在正和 Laura 正约会，希望这不会影响他们的兄弟感情。祝福几句之后，奥利弗直接赶往弗兰克的家里。黑老大总归要给首富爷面子，还把自己的女儿海伦娜介绍给了奥利弗认识。奥利弗什么都能搞定，就是漂亮妹妹扛不住啊。海伦娜和父亲之间一直不和，弗兰克也因为一点道上的事儿要去解决，让女儿先招待一下奥利弗。海伦娜的出现完全打乱了奥利弗的计划，为了把戏演足，只能先去和海伦娜谈合作。在一家高档餐厅聊了起来，海伦娜并没有替父亲谈合作，反而处处说起了他干的坏事儿。像他们这种有钱人啊，总是在想方设法脱离财富和权力，希望自己过上普通人的生活。这一点2个人不谋而合，谈话也相当投机，一不留神就聊到了深夜。有些不想和家人说的话也都告诉了海伦娜。海伦娜也提到了自己的未婚夫，不过他已经去世了。迪哥一通电话把奥利弗拉进了现实，弗兰克手底下的渣渣又在犯事，四处收保护费。奥利弗懒得插手道上的事儿，可当迪哥转告他下一个收款地点时，奥利弗立刻挂断了电话。正是他和海伦娜吃饭的餐厅，趁店员还没受伤，兜帽男立刻拉了闸，刚出手阻止白天的凶手再次出现。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啊！奥利弗转身杀向了凶手，等他摘下对方的头盔，却看到的是海伦娜的脸。这回奥利弗的眼红变成了脸红，心说这次事儿麻烦了。奥利弗想不通海伦娜为何要针对父亲弗兰克，虽然不想承认，奥利弗还是有点喜欢这个女孩了，甚至第一反应是为海伦娜开脱。迪哥希望他不要感情用事，海伦娜就是个冷血的杀手，奥利弗却表示我的私事你别掺和。同时警局这边很快接受调查，在案发前10分钟左右，昆汀找到了餐桌上的奥利弗和海伦娜。昆汀私下找到奥利弗，劝他暂时别和海伦娜约会了，万一黑帮火拼伤到你那就不好了。至于昆汀为何突然关心奥利弗，还是因为几个星期前的愧疚，这次的警告就算是还了人情了。晚上，奥利弗不听劝，再次找到海伦娜。海伦娜在未婚夫的墓前待了许久，自从未婚夫出事后，海伦娜就再没有感受过爱的滋味，甚至心底的爱都转化成了恨。她真心希望奥利弗不要掺和自己的事儿。2人前脚刚离开，一辆面包车就绑架了他们。道上的敌人已经查清了凶手就是海伦娜，奥利弗尝试用钱收买他们，可对于黑帮来说，忠诚远比金钱重要。因为海伦娜的未婚夫就是因为不够忠诚被弗兰克杀害。当初未婚夫找到了他们的黑历史，还打算上报 FBI， 结果被发现后惨遭杀害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些证据都是海伦娜收集的，未婚夫的死完全是个误会，而且枪杀未婚夫的正是眼前这个男人尼克。就在此时，奥利弗挣脱手铐，直接扑向了尼克。海伦娜也趁着这个间隙逃脱，这对雌雄大盗没留任何一个活口。另一边，汤米正在和劳尔享受烛光晚餐，结账的时候发现信用卡被冻结，他找老爹马尔科姆问个究竟。马尔科姆却表示你已经无药可救，我没有必要为你的纨绔付钱，有能力啊自己去赚。这对于一个富二代来说如同晴天霹雳，汤米瞬间变得一无所有，只能住在劳尔的公寓，还得想办法出去找一份工作。不过这也为他们带来了羞羞的同居生活。而得知妻子险些遇害的沃特也第一时间赶回了家里，所有人仿佛都因祸得福。西亚希望哥哥也能找到自己的另一半。秘密如果长期积压在内心，奥利弗很容易精神崩溃。妹妹一句话把奥利弗说到了海伦娜家里。海伦娜并不傻，奥利弗的格斗技巧以及来无影去无踪的习惯完全和兜帽男一致。奥利弗希望他不要因为复仇而去杀人，这并不是伸张正义，兜帽男又何尝不是这样呢？你我都是意中人。说完，2个人把积压内心许久的秘密转化成了肉搏，在这神秘的夜晚放肆纠缠。第二天呢，2个人在同一张床上醒来，颇有一种蝙蝠侠与猫女的 CP 感。海伦娜半夜继续去复仇，可这一次奥利弗插了一手。奥利弗想让海伦娜改变复仇手段，
这样乱来只会伤及无辜。奥利弗为他指了一条明路。然而海伦娜并不想加入，气得奥利弗回家就这顿撑杆向上，还得跟迪哥解释这所有事儿。迪哥的立场一直没变，他认为海伦娜就是个杀人犯。隔天奥利弗再次找上门，弗兰克对他客气至极，而且一眼就看出他在和女儿谈恋爱。为了得到海伦娜的信任，奥利弗带他来到了 Sarah 的墓前，把这段往事说给了他听。每个人都曾经为自己的自私伤害过别人，炼狱岛完全改变了奥利弗。也许海伦娜也需要一座炼狱岛来得到救赎，但前提是奥利弗不要伤害他脆弱的内心。奥利弗目光坚定地许下承诺，成功获得美人芳心。之后的日子，奥利弗开始训练海伦娜，手把手教她使用弓箭的秘诀：深呼吸、瞄准、发射。而使用弓箭最重要的就是耐心和控制力，这对海伦娜极为重要。说完，奥利弗秀起了操作，表示男人一定要准。奥利弗开始慢慢讲述过去的事情，可迪哥的存在怎么感觉都像是个情敌。作为兄弟，迪哥知道奥利弗的毛病。奥利弗就像是一个刚刚戒除网瘾的人，四处寻找需要戒除网瘾的人，这样很容易分不清谁好谁坏，很容易自食其果。奥利弗晚上继续训练海伦娜，只不过这次要进行实战。他们今晚要干掉弗兰克的一名大将，但过程中不能有无辜的人伤亡，还贴心地为海伦娜准备了一把弩箭，以及一身羞耻的紧身皮衣。变装破类是奥利弗的癖好，雌雄大盗直捣黄龙，突袭了对方的制毒窝点。海伦娜表示，想攻击我，先试试和影子玩拳击吧。第一次行动圆满完成，所有人都被送进了监狱。奥利弗说，这就叫伸张正义，任务完成不忘犒劳一下自己的身体。这对弗兰克来说损失惨重。当他看到女儿因为奥利弗变得开朗后，把这些事儿都抛在了脑后，只能说当爹的都不容易。与此同时，汤米带着 Laura 来到了一家高档餐厅，可因为没了土豪爹的帮助无法入场，正好赶上奥利弗和海伦娜也光临此地，四个人临时拼了一桌。虽然场面有点尴尬，这是一场前任与现任与前任女友与兄弟之间的饭局，难免聊到陈年往事。Laura 这建台拆台的本事搞得气氛一阵尴尬。海伦娜觉得这三个人的经历能演一场真人秀了，双方不欢而散。一是因为 Laura 谈到汤米破产让他很没面子，二是因为奥利弗看 Laura 的眼神充满爱意，海伦娜觉得很不开心，把奥利弗当成了大渣男，净说实话。内心敏感的海伦娜选择了分手，她无法忍受一个人吃着碗里瞧着锅里。人家汤米这边几声道歉再哄几句就跟 Laura 重归于好，傲娇的奥利弗却选择独自忍受，后悔当初没听吉哥的话。这是奥利弗头一次感觉到世界对自己不公，凭什么自己为了这个城市过双重生活，到头来这个城市还在辜负自己。海伦娜开始四处找人发泄，杀害了三合会头目，给弗兰克吸引了更多的仇恨。奥利弗赶到后横尸遍地，这意味着今晚黑道会有一场腥风血雨。弗兰克的庄园立刻进入了警备状态，三合会的人借着夜色摸进庄园，保镖们被无声无息地抹了脖子。弗兰克现在是四面楚歌，唯一能帮助他的只有兜帽男。奥利弗为了不让海伦娜后悔，选择了出手相助，为弗兰克争取了逃跑的机会。可弗兰克终究没躲过女儿的制裁，距离复仇成功只剩最后一步。奥利弗阻止了弩箭的射出，和海伦娜身穿衣服肉搏在一起。弗兰克这个崽种捡起弓箭就射向了海伦娜，幸好奥利弗带他及时抢救，捡回了一条命。弗兰克因为涉黑锒铛入狱，奥利弗表示这就是伸张正义。结果海伦娜还是想复仇，还拿着奥利弗的秘密身份作为要挟，让他别插手。临走前，奥利弗一场真挚的告白，只换来了海伦娜的一张好人卡。这段感情经历让奥利弗百感交集，最终发现身边的人还是迪哥。迪哥总在无时无刻给奥利弗灌输正能量，让他做好准备迎接下一个正确的人。与此同时，费利西蒂这段时间一直在寻找关于莫伊拉背后治理的证据，结果他发现还有另外一个手段高超的人正在监视莫伊拉。不过费利西蒂还是找到了一点线索，一张城市的布局图。沃特希望费利西蒂就此停手，他不想再怀疑自己的妻子，结果自己还是偷摸做起了调查。趁莫伊拉不在家的功夫，暗柜里翻出了一模一样的布局图，以及一本和奥利弗手中一模一样的空白笔记。迫于技术不够，只能再次求助费利西蒂，务必要查出这本笔记的秘密，毕竟是治理担当啊。费利西蒂很快通过紫外线发现这本笔记的秘密，上面清晰地记录着一系列的人名单。而海伦娜也再次踏上了复仇道路。1星期后，亚当被发现死于家中，凶手的作案工具同样是弓箭，只不过他身穿黑色兜帽。奥利弗此前一直在家过圣诞节，各种有钱人有权人纷纷登门拜访，大家就兜帽男的外号一事聊得十分开心。马尔科姆建议给他改个名字叫绿箭侠，兜帽男的名字逊毙了。没多久，费利西蒂就给沃特报告了新进展，他发现名单上的人和兜帽男的目标完全一致，而亚当的死掀起了一层迷雾，所有人都以为是兜帽男干的，只有昆汀发现这些箭是黑色的，极有可能是个模仿者之类的。
这件事也让奥利弗头疼的不行，从哪儿冒出一个私生饭呀？奥利弗准备先拿一支黑剑查一下制造商，当天给昆汀寄了一部特制手机，专门用来互相联络。与此同时，沃特也展开了自己的调查。名单上有一名自己手下的员工，他试图问下对方有没有干过什么亏心事儿。结果当晚，马尔科姆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莫伊拉，劝他说服一下沃特不要插手这些事儿。而这名员工还是被黑色兜帽男取走了性命。1天之内发生2起杀人案。昆汀这次不得不选择和兜帽男联手，把其中一个证物偷偷交给了兜帽男。这次为了抓捕凶手，昆汀赌上了自己的职业生涯。分析过后，奥利弗也没有头绪，这完全是一种私人定制的弓箭，只能交给菲利西蒂查查来源，谎称自己的好哥们爱好射箭，他想送一套这种定制的黑箭。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居然还有专利，是一家名叫做萨迪特里斯的公司注册的。在拉丁文里，萨迪特里斯寓意为弓箭手，并且查到了一个地址。奥利弗顺着地址来到了一家工厂，也步入了弓箭手留下的陷阱，幸好跑得快，才捡了一条命。奎因家族举行了1年1度的圣诞派对，沃特再次质问了莫伊拉名单的事儿，可莫伊拉不想让他身处危险，一问再问，莫伊拉才选择了说出真相。与此同时，弓箭手又绑架了一批人质，逼迫兜帽男自首，否则每隔1小时就会用弓箭射杀一名人质。现场被警察围得水泄不通，却没有一个人敢轻举妄动，里面布满了炸弹，一旦失误将害死所有人。兜帽男从天而降，带走了所有人质，把他们平安交到警方手里，自己留下来对抗弓箭手。2个人就像是天生的死敌，弓箭手的准度与速度完全不相上下，但弓箭手的战斗经验比奥利弗要丰富得多，在战术上面碾压了奥利弗，一度把奥利弗揍到昏厥。正要摘下奥利弗的兜帽，却被反插一剑，奥利弗拖着受伤的身体爬到了外面，艰难地向迪哥发送了求救信号。再睁开眼，迪哥已经把奥利弗送到了医院。奥利弗肋骨断裂，还有轻微的脑震荡，为了不让家人担心，只能谎称自己被车撞了。妹妹害怕哥哥再次离开自己，只能一直陪在他身旁。这名弓箭手面具下的身份正是马尔科姆，这次他活捉了沃特，以此来捆绑住莫伊拉。这招故技重施，就像当年对待罗伯特一样。今晚这一战让奥利弗感受到了敌人的强大，而且战斗中黑剑一再表示这份名单是组织拟定的。奥利弗暗自发誓，一定要扳倒这个组织，不惜一切代价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